哇，你看这个，此处演习什么诸鬼神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主殿的后面。在过去，我感觉啊，这个区域呢，就是它的后殿，因为这里还有上去的阶梯。不过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象。曾经还拉上了铁皮，不过早就与自然啊融合在一起了。木窗户。这里还有碗，插香烛的。里面全部都是佛祖，能看到吗？特别的黑，因为它是用一些铁皮啊，还有木板挡住的。但地上这里啊，不难发现是能看到一些石构件的，这应该都是过去啊留存下来的吧，是一个石柱础，就放在这个石头上面的，而且这个石头我感觉也是挺有造型的。看到什么吗？好多的小佛像，很多小佛像啊。哦，在那一面，太黑了。里面的空间啊，因为比较大，所以即便是电筒照进去以后呢，也会显得比较的黑吧。就像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啊，哎，我怎么很长时间没有晚上去探索了？难道是不敢吗？其实啊，并不是敢与不敢，是因为就像大家以前看到去埃及啊，去很多地方去拍摄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用稳定器，还有很大的相机啊。虽然那套设备啊是可以得到不错的画质，但是呢，拍了半天，拍了一天下来啊，我整个人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啊，瘫在地上，要恢复还蛮长的时间。所以现在就已经换上了正在拍摄的这个设备，小巧方便吧。不过这个设备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它在比较黑的环境或者晚上的时候呢，没法得到更好的画面，拍出来可能都是噪点，大家可能在观感上面的体验就会比较差。所以等以后看，如果又出了更小巧的设备、更清晰的影像，到时候我的经费再充足一点的话，我们再更换以后呢，去晚上拍摄吧。说了一堆废话。这个木门是锁上的，从里面锁上的。那上面同样也有这种雕梁画栋，感觉应该是菊花吧。而上面那个地方啊，还有一只蝙蝠，雕刻的特别的精湛。哇，这一面的房屋啊，都已经坍塌了，在那面墙上面啊，现在就只剩下了插线板的插座了。这后面是一些石构件，比较的荒凉了。再去看看那边可不可以进入寺庙。从这里我不知道能否进入寺庙啊，因为它和寺庙是连在一起的。这里有个锁起来的柜子，帮我拿下看一下。哎呀，不行，锁住的，不知道里面藏有什么宝贝啊。这是一
个床，上面很多钟电，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嘿，有人吗？好破烂的冰箱。那地方好像是一个鸟窝，看到了吗？嘿，这里面很多破烂的东西。这是以前点那个蜡烛的一个转台，很多垫子。这是另外的一个房间，哇哦，特别的破烂。哦，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没有窗户的房子，里面都不好下脚了。还有个鳄鱼牌的皮包。很长时间啊，都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了。看上面，你看这木门，哇，果然啊，你看这里面就进入到这个大殿了。哦，那边还有一个房间，先过去看一下。嘿，有人吗？好多的床垫啊！你这里还有一个小铃铛，这里看到吗？嘿，上面写上了佛字哦，而且这还是一个什么机器？你还开关，给我一下。周围很窄，来个方向，头没了。这头已经都没了。这应该是不知道是谁啊？我以为是观音，或者是罗汉，但从他的衣服来看的话，不像是罗汉，不知道是哪位佛祖啊？应该是有些年头了。点蜡烛的，点一圈，放在大殿里面，看一下有没有电，帮我拿一下。没有，这个是都很的。哦，这里的电线也被剪掉了，难道是怕它起火灾吗？上面的高度啊，大概有7、8米左右。以前的大门啊，已经就改成了这个小门进入了。哇哦，这个四周啊，全是各种神像，还有佛像。这边有点像是道家的人物哎。周围还有观音、财神爷。一走进来，看到这些佛像，你感觉像什么？感觉像三教合一的吧？三教合一啊，我感觉就像是一个封尘已久的寺庙了。你中间这里，本尊就是释迦牟尼了，旁边还站了他的2个徒弟，迦南和阿叶。而底下这里啊，摆满了观音像，还有小罗汉。
哇，你看这里，竟然还有油灯，喂，这还蛮少见哎。但是这个香烛啊，却真是非常的少，香火已经不是很旺了。再过来看一圈，是个功德箱。你看以前进入的这个木门，非常的高大，这是一扇枕木。哇哦！这一面已经都没了，就变成了这个铁皮锁在这里了。而这里有一个像是神官一样的人，拿着宝剑，哇，看上去啊，这挺威武的，大概高度有4、5米了吧。但是他的面相啊，应该是后来重新上的色吧，看上去有一些粗糙。不过底下他踩了一个妖怪，还是一个什么？嘿，你这妖怪还长着尾巴，嘿，上面还有头发。看来这个人啊，在过去应该是作恶多端吧，像被踩在脚下。周围还有一些泥树。你看这是一个头，一个仙女，啊，就只有一个头了。官爷，你看这里，古钟，这里还有一口钟啊，我还没注意得到。不知道这钟什么时候的，上面的这些字啊，全部都已经掉了，好像是2003年的。上面应该是你捐献的功德的一些人吧，试一下。哇，佛祖保佑！周围啊，密密麻麻的有好多的神像啊，这是谁呀？柜子里面还放有莲花台，特别的多。这面全都是官爷，穿着官袍，戴着官帽。你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。你的过去的当地的一些神吧？哎，这里还有龙。哦，伏虎吧，还是药神？哦，是药神，这是药神。你看，他手上拿着那个针，骑着老虎，啊，拿着一条龙。药神。这个是日月神吗？日月三神。这应该是谁？土地公、土地婆吗？不知道这些啊，是不是善财童子？这个人还骑着一头猪，嘿嘿。哇，你看这个人穿着一个官袍啊，竟然脸是绿色的。看到了吗？绿色的脸，戴着绿色的帽子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地狱使者吗？哦，这里还有照片，你看，这应该是过去的住持吧？哎，这有点像哦，是一个佛寺，叫嘉丰寺，和这个寺庙不太一样啊，应该是其他地方吧？你看这里还有老僧人，这有点像是尼姑。
还有一些照片就看不太清楚了，已经，你看，受潮比较严重啊。而且在这里啊，还有一些挺不错的绘画，你看画的一些释迦牟尼啊，还有一些佛祖啊，画的挺有趣的，手绘的。这是三圣观音吗？里面有一些坐垫。哇，你看这个，此处演习什么诸鬼神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小窗户吗？哎，门是锁上的。此处演习诸鬼神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随处都是各种神，有求必应，观音菩萨，后面也有油灯。哇，你看这里，这应该有一些年代了哟，头都被破坏了，全都是官爷。这财神爷，南无地藏菩萨。南无大行普贤菩萨，南无释迦牟尼。那上面写上了“月光遍照，12神降吉祥”。哇，太多了！还关公、财神爷、土地公、土地爷，嘿嘿。这还这么大的香，哇，好粗的香烛！你看，这么粗的香烛，就像炮仗一样。高香，烧高香啊！相传啊，原本在明代正德7年的时候啊，这里雕刻的千手观音像啊，大约是在18年前的一个晚上呢，被一伙蒙面客啊给盗走了。如今呢，已经看不到了。而最诡异的就是说，千手观音在被盗的当晚呢，这个寺庙里面啊，就发出了类似于像哭泣一样的声音。四周的村民听到以后呢，急忙啊就打着手电，然后赶到寺庙里面来查看。结果一看呢，哦，发现佛祖没了。从此以后呢，这个奇怪的声音啊，再也没有听到了。那还真是蛮奇怪的。是，就这个事情过后呢，村民就说啊，这是佛祖啊都在哭泣。那我现在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挺大的木鱼，而且是蛮古老的。这就是当年啊那个敲击的，这样。据说呢，在过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寺庙呢，它还有钟楼，还有藏经阁和一些佛塔吧。不过这一些建筑啊，现在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而刚才我们在前面啊说到的那个石柱，就小诗说到的那个7根石柱，明代遗留下来的雕刻的那个，对，8根石柱啊，就那个石柱呢，其实并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。而我现在发现啊，真正的这个明代的石柱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可真是石头雕刻的哟。而且你看，特别的高。虽然曾经的那些物品也好，宝贝也好啊，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但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从明代遗留下来的最后的宝贝哦。你看我一个人啊还抱不完，必须得2个人啊手牵手呢，才能把这个石柱啊抱住。看上去是不是真的挺古朴呢？像一个擎天柱一样啊，直接冲天，上面还有一些漂亮的这种绘画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
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古老的大面寺吧。那我们的旅行呢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走了，再看一下这一些佛像，有认识的吗？佛祖保佑。那我们只有原路返回了。再看下这里，嘿，走了。地上。上面感觉还有被烧过的痕迹啊，是在这里还中了火吗？